是周秉国，我来自中国科学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我平时的工作呢是做这个咱们国家长征运载火箭的这个理论研究。我们的工作也用到了长征系列火箭上，特别是最近的这个长征5号运载火箭。那么我最近几年呢，也开始做这个小行星撞击地球过程中的这个灾害以及如何保护地球的这个防御研究。那么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话题呢，就是我们国家航天的一个主题我给它取了一个名字，叫做哪怕没有足够的赞美，我们也要走向太空。这个我们就是指中国，我们中国人，特别是中国的航天人。那么很巧的是这2天咱们国家发射的这个神舟12号载人飞船，它现在正在太空。那么从飞船上看，我们的地球是比较小的。那么当时这次我们发射呢，应该说是进行了全程的直播充满了很好的这个自信。其中在升空的环节，我就看到有一个航天员弹了一支这个钢笔出来在太空中漂浮，这跟以往是不一样的。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去太空建设这个空间站呢？我想在座的可能会跟我有一样的疑问，像我们这种普通人，普通的身体条件，普通的经济条件，我们将来可以去太空，并且在太空长期的生存吗？现在天上有2个空间站，一个是我们中国的空间站，还有一个叫国际空间站。中国空间站是我们国家独立完成的今天很多网友在网上都说现在我们终于不用那么焦虑地看着国际空间站，我们现在有我们自己的新家，现在我们天上有人了。那么也可以看出来我们的这个新家确实宽敞明亮，而且它的性能也更先进。但是我们不要忘了他们的这个旧家其实是98年发射上去的，已经过了20多年。他们也公开了他们这个旧家所有的这个工作状况，所以我们也应该给他们多一些赞美，感谢他们给我们分享了很多的经验教训。今天很遗憾，如果今天是很好的晴天的话，其实我们在2点和4点之间是有2次能看到我们的空间站从这个头顶上划过的。也有个软件，你们可以去查它会准确到多少分多少秒过几天的话，其实是在现在这个时刻就是9点10点这个时刻，它会经过我们杭州的这个上面，我们肉眼是可以看到它们。那么要进入太空，当然就离不开这个运载火箭以及飞船。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美国他们在早期是用这个航天飞机进入太空的。航天飞机看起来很漂亮，技术也很先进，但是它也有缺点，比如它的安全性只有0.98。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发射1000次的话，其中有20次我们的宇航员是有生命危险的。正因为此呢，那个过去的航天飞机135次发射，其中有2次就失败了，牺牲了14名宇航员。那么即使是这样他们后来在 SpaceX 在去年又用龙飞船首次实现了这个载人飞行。也就是说，航天进入太空是一个高风险的事情。那么即使是美国，它也要经历很多的风险经历很多的失败，其中他们就有将近10年的时间没有能力把美国的宇航员送入太空。我们国家选择的是这个神舟飞船，用的是长征2号 F 火箭。那么我们国家是92年开始研制这个载人火箭，2005年把杨利伟第一次送入了太空。当然美国到现在为了让普通人更容易的进入太空，他们 SpaceX 公司是发展这个可重复使用的运载火箭。那么我们国家呢，我们国家在中国运载火箭研究院也在发展这个可以重复使用的长征8号运载火箭，以及我们上海航天研究院也在发展可重复使用的长征6号可重复使用运载火箭，以及就在我们杭州北边在湖州那个地方，就有民营企业呢正在研制用液氧和甲烷
作为推进剂的可重复使用的运载火箭。所以接下来几年其实今年已经开始了，接下来几年我们会陆续听到中国可重复使用运载火箭试验的消息。那么普通人进入太空，除了上太空的时候火箭带给我们的超重的以外呢，在进入太空以后还会有失重的感觉。那么这就像我们去蹦极，或者是我们坐电梯的时候往下，如果电梯发生故障的时候，我们会体会到的那种感觉。那我们普通人其实是对微重力是可以接受的。比如霍金他就做过这个失重飞机模拟这个失重环境，在太空体验微重力。好了，那么我们为了实现这个普通人可以长期的在太空生存，所以我们发射的这个空间站。那么我们从92年开始立项到2005年第一次杨利伟一个人在太空待了21个小时，然后到几年前我们的神舟11号飞船带着2名宇航员在上面持续的生存了33天。那么这一次我们的空间站第一批次就要实现3名航天员在天上持续的生存90天以上。那么这个世界纪录呢，是俄罗斯的宇航员在1995年实现的，他在天上持续的生存了438天。即使是这样，我们还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如果要长期生存，那么这个长期应该是100年以上。另外，如果我们要载人前往火星，我们去火星的路上要6个月，回来又要6个月，在火星上还要等上2年多，才有一个回来的这个舱口。所以，如果我们要去火星，就要在太空持续的生存1000天左右。而这些，无论是美国人还是我们中国人，我们都还没有实现，是我们以后需要进一步发展的地方。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要去太空，我们离这个目标还非常的遥远，还有各位发挥我们作用的地方。除了我们去太空生存，我们其实还有很多人生的重要问题需要回答。当然我们知道，我们人生的3大重要问题就是：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那么其实现代科学提出来一个第4个问题，就是我们在这浩瀚的宇宙中，我们是孤独的吗？这个宇宙中到底有没有外星人呢？那么我们来看到，我们如果晴朗的夜空我们去看的话，我们是可以看到一个乳白色的那个银河系，就这个盘状的就是银河系。那么那些可以识别的辨别的那些星星呢，其实是很有限的。我们在全球人类肉眼可以看到的星星大概是6000多颗，那我们在杭州能看到的呢，其实只有一半因为地球是圆的，只能看到3000多颗恒星。这些恒星最远的也就是几千光年远，也就是那个很细小的那个黄色的圆点中间的恒星，是我们肉眼能够看到的。右边这张图呢，是美国的这个旅行者号，它飞到离地球64亿公里远的地方，回头一望给它拍了一个照片，把我们地球拍出来了。那么在这里面，照片里面，我们的地球只是一个暗淡的蓝点。也就是说，无论你是来自于北京，还是在杭州，来自于江西还是福建，无论是你爱的人还是你恨的人，你敌对的国家还是你友好的国家，我们所有的人都生活在这个暗淡的蓝点之上。也就是我们是非常渺小的，外星人是可能存在的。但是，那我们又要问，它到底在哪里呢？那么我们在这里，因为它有几千光年远，甚至几万光年远那么我们是在地球上是很难直接的看清楚的，所以我们要发射卫星到外太空去。那么美国就发射了开普勒望远镜在太空仔细的盯着那个恒星去看它的光的变化。如果有一颗类似于地球一样的行星，那么这个恒星的光度就会忽明忽暗。正因为它如此的遥远，那么你看一颗恒星，要发现一颗像地球一样的行星的话，你得盯着它看，在太阳前面转个半年、1年的时间。所以他们现在看的这个区域很有限，因为我们的卫星只能工作几年时间。那么他们看到的是什么呢？就是天鹅座附近很小的一片区域这在我们中国的神话传说里面也有，就是
如果在夏季的话，能在天上看到一个大三角，也就过1个月，在这个时间，它就会在我们天的正天顶上。那么现在呢，它大概从东边刚刚升起，这个天鹅座。我们萧山呢也有个故事哈，说有个童谣哈，就是说叫七足扁担，道统离恶心，念我七遍会聪明，其实是一个童谣。也就是说，我们的祖先呢，其实就开始看这个星象了。但是我们现在很难对准的，比如这个扁担星到底是哪颗星？如果现在的话，如果是天亮的可以看见的话，其实我们现在头顶上基本上是一个猎户座的大角星。我们并没法对照我们童谣里面的星星，是因为我们古代的科学没有那么精确，没有准确到具体是哪个方位。所以呢，我们中国人也在未来的几年会发射这个卫星去探索这个其他的区域去看仔细的这个探索太空，看一下有没有类似我们地球一样的行星，找到宜居的星球，超级地球2.0。除此之外，那么我们之所以出现在这个地球上，那么是什么原因呢？是不是我们的太阳系跟其他的星星不一样的地方呢？我们也需要进行研究，才能回答这个问题。那么很有意思的是，到今天为止在我们地球之外的星球上，还在活动的能够移动的这个探测车呢、探测器呢，只有我们中国是最多的有2个，一个是在月球上的玉兔2号，一个是在火星上的祝融号。从这个祝融号我们可以看到，它非常的漂亮我是感觉它是像一个亭亭玉立的少女但有人也可能会说它就像真的是像一个外星人，是吧？它很萌，也很可爱那么呢，我一个朋友科技猿人，他在做节目的时候就发现呢，那么日本的媒体就说我们要敦促中国人要有序的开发宇宙这显然是一种抗议的语气，而不是赞美，对不对？但我们的朋友就说我们希望以后这样的抗议越来越多。还有就是，那么我们如果抬头去看月亮的话，我们中国的传说里面也有叫玉兔捣药，对吧？那么其实我们会看到月亮的正面有一大片的这个黑色的区域，它也比较的平缓。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是如何形成的？在几十年前，美国人是登上了月球，他们呢取回了几百公斤的样品，通过科学的分析，他们就提出了一个科学假说，就是月亮大概是40多亿年前形成的。那么是怎么形成的呢？其实是一颗跟火星一样大小的小行星撞击了地球，然后飞出去以后，慢慢的凝聚起来形成的。而且刚开始，月球其实是像火山一样是一个岩浆洋，它慢慢的冷却。但接下来问题就来了，如果是这样形成的话，那么月亮应该很快就已经凝结了。那么这个黑色的区域是怎么样的呢？现在科学家认为，这个黑色的区域其实是大概20亿年前左右它是这个熔岩也是像火山一样喷出来，覆盖了月亮大部分的区域，这样形成的。这样呢，由于它就像火山一样的黑色，然后呢，这部分区域呢，经历的这个小天体的撞击就更少，所以呢，它就显得更平整。这也是一个科学假说。我们国家现在取回了1731克的月壤在国家天文台已经分发给全国的科学家，我们也等待着这几年他们的研究来给我们答案。月亮是不是20亿年前经历了这种大的这个熔岩的覆盖重新的冷却？那么这个就是北京天文馆美国当时送给我们的1克月壤里面的一半这是我去那里拍的一个照片它前面有个放大镜，其实你仔细看，其实看不到什么但是呢，它很重要它是国家力量的象征。那么就在今年拜登上台的时候，他去他办公室椭圆形办公室的时候，他就从美国国家博物馆取了大概这么一块大小的月壤放在他后面的那个储仓里面。这也表示他们美国人马上要重返月球。那么我们国家呢，也会发射很多的这个
探测器去研究我们的太阳系。比如火星在这个位置，为什么它会那么的小？在火星和木星之间，为什么会有一个小行星带？它们没有形成聚合形成一个大行星呢？我们的太阳系到底有什么样的特殊性，使得我们的生命、我们的人会出现在这个地球上？这些都等待着我们去探索。我们国家也计划马上要过几年要发射一颗探测器，要飞越整个这个木星、土星、海王星、天王星，我们要飞到这个太阳系的边际，争取在建国100年的时候，我们能够飞出这个行星带，飞到太阳系的边缘。那么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凭借我们的力量，能不能避免像恐龙一样灭绝的命运呢？这也是我跟我的同事李明涛研究员，我们课题组最近几年开始做的一个方向。那么在2013年的时候在这个车里亚宾斯克就有一颗大概直径20米的小行星撞击了俄罗斯这个能量就相当于几10颗原子弹。那么当时也是有上千人受伤。我们大家可能也都知道这个通古斯大爆炸之谜。另外就是科学家也认为恐龙的灭绝是一个大概直径10公里的小行星撞击地球引起的。那么这只是一个科学假说，一个重大的假说，我们说就需要有重大的证据。那么这个证据，我们首先就是，如果是这样灭绝的话，那这个小行星到底撞击到哪里呢？科学家就去寻找，发现在墨西哥湾确实有个几千公里的这个撞击坑而且我们进一步的在那里打了5个那个深的这个洞进行这个取样发现里面这个岩石在高压作用下发生了变形。而且在我们的这个西藏我们科学家呢就在这个6500万年前的这个化石层中呢，也去分析它的元素的组成，就发现这个1的元素比例更高，它是来自于地球之外的小行星。另外就是我们科学院的科学家也找到了证明了我们辽宁岫岩有个几公里大的这个陨石坑撞击坑。当时我跟我的同事为什么要想到这个研究呢？就是当时美国人就几年前美国人说是要搬一颗很大的石头到我们月亮附近，然后呢派宇航员上去进行研究。我们就说，那如果它这个石头如果歪了撞到我们地球怎么办？我们中国的科学家能不能去验证它呢？因为科学告诉我们，任何人都会犯错误，就像美国他们的航天飞机也曾经爆炸一样。所以我们这样开始了我们的研究。那么现在的小天体这个防御手段呢，有用原子弹去炸它，还有就是用火箭发射一个飞行器不断的去撞它，还有就是有其他各种方式，但这些方式现在都还没法实现。所以我们呢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叫做以实击实，借力打力。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其实我们科学家发现以前觉得2029年的时候有一颗叫做阿波菲斯小行星有可能撞击地球。当然现在它的风险排除了，我们不用担心。所以科学家经常以这个为例子来研究它。我们也就是以这个为例，我们可以用长征5号发射一个飞行器，在这个地球空间附近抓一颗几百吨或者几千吨的石头，然后借力打力，像打太极一样，把它稍微偏转一下，可以去撞击这个阿波菲斯。这样的效能呢，就比美国人提出来的方案要好10倍以上。也就是我们用1个火箭就行了，他们呢要用10几个火箭才能行。不过现在这还是一个概念方案，是一个设想，我们只是发表了一篇文章我们也是希望我们国家以后能够开展实验，在太空中进行验证。好了，我今天分享的就是几个重要的问题。一个就是我们的普通人能不能够在太空长期的生存？现在的答案是还不能够，我们还需要努力。还有就是我们在宇宙中是孤独的吗？我们不知道，我还没有发现外星人我们的太阳系有哪些特殊性，让我们刚好出生在这里，也还不知道我们能够像恐龙一样我们能够避免像恐龙一样灭亡的命运吗？我们现在的能力是还不够，但是无论是美国人还是我们中国人，我们一起都秉持着科学的精神，我们刨根问底，也就是要走向太空去寻找答案。谢谢大家。